念杜牧传的时候的，我的当时这个内心当中呢，也是非常的这个充满信心，就是可以说是这种被星星的这种泪水呢，就是一直止不住。我就心里面也并没有像我怎么都没有像，但是我从小都是一直这个祈祷。一方面呢，就是比较这个上心，就是没有见到过，除了唐卡和杜牧像以外，没有见到就是真实的这个杜牧，就是也有点这个伤心的。另一方面的话呢，我在想我们现在轮回当中呢，就是有这么多的众生是很痛苦的，就是一定要就是祈祷，就是让这个杜牧的这个加持来，对有缘的众生呢，还是继续就是解除这个苦难呢。其实我们今天在座听课的人都是应该说很幸运的，就是身体也算是健康的，就是然后有吃的有穿的。当然每一个人心里不一定满足，就是觉得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这种痛苦，但实际上我们算是比较不错的了。在我们这个以外的，就是其他的这个社会各个团体当中呢，包括这个人类当中也有特别多的一些痛苦的人啊，就尤其是你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就看一看，就是到医院的任何一个科室的话呢，有无数的这个人在那里这个挣扎啊，比如说你这个看看这个眼病，就是然后到了眼科的地方的时候，所有的人好像眼睛不行一样的，然后你去那个就是什么这个骨科医院的时候呢，哇，所有人的骨头好像就成问题一样的，就每一个这个科室的医院里面，就是都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的人，所以呢，我想我们这个祈祷的时候呢，也是应该呢，就是为这个众生就是多多的这个祈祷。本来佛教的这个教义呢，其实是，有些人说是佛教是到底是利他还是利自己啊？就也有这种说法。其实这个佛教是应该可以说是利他利自己的，但是我们修行佛教的人呢，上等人士就是完全是利他，就是不顾自己的；中等人是利他利己的，然后下等人呢，就是只是利自己的。就是自己想获得这个解脱的，这一点我们大家应该就佛教是就是完全是最究竟的这个利他的精神，但是我们修行人呢，看就是把它运用的时候，用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，就这一点有关系。因此我们祈祷杜牧的时候呢，最好也是多想一下，就是我们身边或者我们眼睛看不到、耳朵听不到的地方呢，还有无数的众生呢，就是正在这个受苦啊，就是悲伤啊、哭泣啊，就特别就是难受，就是那么希望呢，就是依靠这个杜牧的非常迅速的价值呢，就是让他们就是解脱啊。当然解脱的话呢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因缘的，有些是我们祈请以后呢，就是解除他的痛苦；有些是众生他自己的这种祈祷的三愿成熟以后才得到解脱的，这些情况都是不相同。不管怎么样，大家还是祈祷很重要。这是讲的这个熊熊烈火啊，就是杜牧的外相呢，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修行的观相当中呢，就是也有这个杜牧的这种观修法呢当中呢，就是也有一些这个修法当然这个修行呢，原来有一个闭关的人呢，就是他就观这个愤怒本尊，观愤怒本尊，就然后他自己也不太会观，但是他看到这个佛像呢，就是外面都有这个燃火的，就是然后呢，他想是我应该可能这样灌呢好一点。结果他在灌的时候呢，正是他的那个闭关房呢，以其他的原因呢，就是开始起火了。刚开始起火的时候呢，他想是我灌的可能就是原因吧，就是这是一种言想吧，就是也一直忍着，一直忍着，就是后来呢，就是觉得好像这个自己的身体都马上要烫上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他想是是我的是感觉吗？真的已经起火了。后来一看的是原来不是受灌的原因，就是结果真的这个寺院呢就是起火了，然后他就吓坏了，就是往外面跑，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观想的时候呢，就是可能自己都是不用观想，就是杜牧啊，就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观想方法是比较简单的，它是按照这个识部或者心部的这种观想方法。那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杜牧呢，就是作为特别就是慈悲的一种这个就是父母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经常这个祈祷他，就是通过他的加持呢，牵除我们的这种各种障碍，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修持，不需要就是密法的很高的一种层次，就是把自己观想啊，就这都是我们没有讲的话，那就我们也是一般的一种观修方法就可以